陆大哥，乔嫂子，你们只管把心放肚子里。闺女嫁过来，我肯定拿她当亲生看待。我家徐安也绝对心疼媳妇儿，我保证对新媳妇儿好。这老徐家以前靠打猎日子还行，可15年前徐芳才上山摔断了腿，彻底成了废人。他那媳妇儿熬不住，第3年就卷铺盖跑了。亲妈跑路那年，徐安才11岁，硬扛起这个穷得揭不开窝的家。这一晃都25了，还是个光棍儿，10里8乡的，谁敢把大人的火坑里推？可我们家田儿也是10里8乡出名的，活了18年，没洗过一件衣，没做过一顿饭，下地干活更是天赋夜谭。虽说不是灾荒年，谁又敢娶个光吃饭不干活的活祖宗？我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还拖着我这个摊子，但徐安现在继承了打猎的手艺，日子正缓过劲儿来。只要不嫌弃，哪怕女方有点毛病，我们也认了。我就盼着我那个孤零零的儿子晚上睡觉能有个暖被窝的体亲人，我保证对新媳妇儿好。这体格子，田儿要是不干活，被他一巴掌拍下去，还不当场散架，绝对不行。宁可养他一辈子，也不能送去挨打。徐老哥，您先坐着歇会儿，我俩得去屋里商量商量。你是不是想拒了徐家？那还用说，之前上门提亲的，缺胳膊少腿的，想找生育摸鸡的老光棍，全让我拿大扫帚轰出去了。你瞅瞅那小子的身板，闺女嫁过去惹他不痛快，一拳不把咱闺女砸成肉泥啊！不能光看外表，你仔细想想，1年前咱俩上山，你被毒蛇咬了，是谁救的你？听你说是路人背我回来的，连个面都没见着，哪有机会道谢？我刚才仔细认了认，那天救你命的就是徐安。当时我拼命喊救命，没多会儿真招来个人，个头又高又壮，1年行时还符合。必须立刻把毒血吸出来，不然毒气攻心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吧。人家经验老道，还在山里找了几味草药嚼碎给你敷上，硬生生耍你背回了家。你当时怎么不留恩人吃顿饭？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我哪能没留？人家死活不肯吃，连个名字都不肯报，转头就要走。我得在家守着你，只能让咱家小闺女去送客。要不是这小伙子，咱家天都塌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可一掂量田儿和他的体型差，你说这事儿咋整？徐家这条件简直没眼看，可咱家田儿娇生惯养了18年，虽说懒，但架不住嘴甜心善。实在不行，去问问闺女的意思，只要她点个头不乐意，当妈的舍出老脸也得把这门亲事推了。报恩哪能搭上亲闺女的终身大事？万一她要是点头了呢？真别说，除了块头吓人点儿，这腰杆、这身腱子肉，莫名透着股狠劲儿。家里有这么号猛男坐镇，谁还敢上门找茬？自家闺女美若天仙，找女婿就得配这种硬汉颜值。老徐啊，虽说结婚是父母说了算，但我也想让俩孩子先见个面。到底成不成，还得看我家小闺女点不点头。这是规矩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田宝，醒醒，娘跟你商量个正事儿。娘，咋了？娘，宝啊，外头来了隔壁村老徐家，那家后生还是个单身户，今天上门来给你提亲了，咱去露个脸行不？外头都说我懒出枝，熬成没人要的老少女，我挨骂就算了，可因为我这名声，大哥相亲黄了好几个，姐姐在婆家也天天挨白眼，全家拿命宠我，我不能让他们跟着背黑锅。娘，走，我去见见他。哎呦，陆大哥，这好茶一年到头也就过年才舍得喝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这种神仙下凡的小娇娘，怎么可能看上我这个卧阎王？
张脸，我认得他。闺女，你先随便看看，要是没相中，咱直接推了没关系。我上辈子简直拯救了银河系，要是换做别家，我祖宗早被骂成赔钱货了，哪能让我这么肆无忌惮的摆烂？老哥哥，实在对不住，我这脑子短路了。来，我背你出去。实在太费脖子了。大哥已经够壮实了，他比大哥还大了一圈，这胳膊比我的小腿肚子都要粗吧？他跟村里人一样嫌弃我，这么水灵娇弱的姑娘，见了我这活阎王哪有不怕的？今天被老爹硬拽来，我本不抱半点失望，可一闭眼就是1年前那张让我神魂颠倒的脸，到底还是生出了一丝非分之想。这会儿他肯定吓坏了吧？实在舍不得让这小祖宗受委屈。你怎么是个哑巴呀？我爹孙死了，村里婆娘说话全都扯着破锣嗓子，这动静怎么能这么酥软？说啥呀？难不成这铁憨憨也嫌弃我？是被他爹用刀架在脖子上逼来相亲的？100个不情愿。你不想娶我啊？绝对没有。你能蹲下来跟我搭话吗？活了18年，除了亲爹和亲哥，头一回离别的男人这么近，远看像头熊，凑近看还挺帅。我可不伺候男人，拿你当祖宗供着。娶了我，你这辈子别指望喝一口我烧的热水，更别提指使我干活了。抬起头，看着我。把我娶回家，你能宠我一辈子吗？只要你敢点头嫁，爷们儿这条命都给你。只要你敢下嫁，别说不用你伺候，我心甘情愿给你当牛做马。好。乔玉，你家那活宝小闺女，到底许了哪户人家？哎呦，好日子定下来了，各位别急，等来喝喜酒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就陆田那又馋又懒的德行，能钓到什么金龟婿？捂得这么严实，8成是卖给哪个七老八十的老王棍冲喜了吧？哎呦，恭喜恭喜！你家这小累赘可算脱手了。要我说，早该把他打发出去，也不至于拖累你家大儿子到现在打光棍。你看我大孙子都能满地跑了，哪敢跟您比福气呀？您大儿子年纪轻轻就惹出风流斋，让您抱孙子了。我家儿子这会儿还在学堂规矩读书呢，哪像您家这么狂野。地里还有活儿，我先走了。走着瞧，倒要看看你家这懒货嫁过去几天能被婆家扫地出门。田儿，嫁衣得自己做才吉利，离结婚就剩1个月了，阿娘教你，跟着阿娘学，好不好？阿娘，我不想做。要不阿娘帮你把衣服缝好，你在上面绣对鸳鸯，这样好歹算新娘子动过手了。好，那你这2天先练练手，我5天内把衣服赶出来，留半个月给你慢慢绣。到底是要嫁人的大姑娘了，居然愿意干活。相亲那天，也不知她和徐安背着人聊了啥，反正结束后，我看她微微一点头，这门婚事就算成了。徐家做事讲究，就徐家父子那条件，这2两白银绝对是拿命攒出来的。看他们这么看重我家小闺女，我这颗心总算是放回了肚子里。
爹娘都出门了，肯定又是哪个街溜子跑来逗我。是我，许安。你怎么来了？半个月没照面了，万一被长舌妇撞见，免不了又要编排闲话。你先开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介意我进来吗？你进来干嘛？虽说快成亲了，可毕竟还没办事儿。大姑娘的闺房哪能让大老爷们随便进？丈母娘说你在家绣嫁衣，把手都扎成了筛子，你没事吧？今天我爹徐成才去镇上碰见丈母娘，唠了2句。我中午在饭桌上一听，直接从半山腰掉头跑下来的。阿娘肯定是故意透风，想让婆家心疼。可这么大人了，连个鸳鸯都搞不定，还弄得一身伤，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好着呢，一点事儿没有。让我瞧瞧，有啥好看的？嫁衣搞定了吗？没呢，就我这乌龟爬的速度，猴年马月才能完工。你往边上稍，准备下，我进来。放心，我进去就面壁，绝对不乱看。你坐过来点行不行？就这样不行吗？早知道就不翻进来了，好歹隔着窗户还能看2眼。简直美若天仙，比镇上那些千金大小姐强了100倍，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靓的妞。我帮你上点药吧。不用，这点小伤擦什么药？那你待会儿自己抹点。那件半成品嫁衣呢？你要这干嘛？剩下的路我帮你绣。他拿针，怕是连针都捏不稳吧？我可以学，别跟旁人说，等绣好了再偷摸送回来，就当是你亲手绣的。上次去镇上买的，听说城里姑娘都好这一口。大哥出门游历半年了，没人给我带新鲜玩意儿，嘴里早淡出鸟了。给你留2颗，很甜的。不用，你全吃了吧，我不爱吃这玩意儿。手心竟然烫得惊人，他就穿件薄褂。你很冷吗？没有，每年冬天手脚都这样，捂不热，找郎中吃药也不管用。田儿，今儿怎么没动针？我白天绣累了，晚上想歇会儿。嫁衣绣好了，手艺拿不出手，绣完一看鸳鸯倒像是变异的野鸡，拆了，打算重来。那你过来干嘛？从小到大谁对我不是客客气气的，偏他次次没个好眼色，眼神冷飕飕。热脸贴冷屁股这种事，我可不干。手感真不是盖的，比我以前扔掉的那个破棉布手都强多了。你把手伸进去试试。这是什么毛？狐狸毛。好家伙，这么一大套，起码得耗掉一整张上好的狐狸皮。就这品相拿去镇上卖，妥妥能换回1两银子。他为了娶我，掏空家甲才凑了2两聘礼，如今居然舍得砸这么多钱买这玩意儿。当初点头嫁他，除了年纪到了，也是因为他救过老爹，人品不差。这木头桩子，原来真心都在这儿呢。你拿去卖了吧。废话，谁会心疼你的钱？除了自家媳妇儿还能有谁？我才没有！你赶紧拿去卖了。这是我自己进山猎的，没花钱。放心，以后家里的钱全归你管，我不乱花。谁跟你我们家了？还没过门呢，谁要管你的钱了？你管我的钱。我看走眼了，这家伙哪里是不善言辞，简直太会撩了。你确定成亲那天让我穿这个？要不我去给你买一件，时间确实来不及了。
只能硬着头皮送来。算了，其实能看出后面真姬细密了不少，就是最开始形没打好，我自己稍微改改也能凑合看。眼瞅着就要成亲了，按规矩婚前3天男女不能见面，等下次碰头就是在洞房了。他居然刮胡子了，平时脸上青灰一片，加上那魁梧身板，活脱脱一个山大王。家里俩大老爷们日子糙得很，这么一捯饬，土匪气全没，隐约还有点翩翩公子的味道。你盯着我看什么？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。你喜欢我这样吗？来之前我特意洗了头洗了澡，脸搓了好几遍，刮胡子更是破天荒的细致。我可没这么说。姐姐出嫁前跟我咬耳朵聊的那些闺房秘话，难道就是这样？我爹妈回来了，你赶紧走。虽说闺房在最里面，不一定会被撞见，但保不知猫会突然推门查岗。等我来娶你。哎呦，到底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瞧瞧人家乔玉这气色，借大家吉言，感谢各位来捧场，今天敞开了吃喝。听说男方给了2两白银做聘礼呢。啥？2两？哪止2两银子？瞅见院子里挂的那几块大皮肉没？也是跟着聘礼一块送来的。我的亲娘嘞！谁家这么冤大头，花这么多钱娶个活祖宗？有这闲钱都能讨俩小老婆回家干农活了。谁知道呢？我今天就是特意来长长见识，看看到底是哪路财神爷。听说是外村的，咱村谁掏得出2两银子？更别提娶陆田了。该不会是卖到镇上给哪个老头当续胼了吧？陆田那性子，去大户人家做田法也挺好，起码不用下地干活，不然就他那懒出枝的德行，迟早挨打被退货。就是，幸亏长了张狐狸精的脸，只能靠这皮相。嘘，赶紧闭嘴，他妈进来了。紧张吗？哪能不紧张？以后再也不能赖在爹喵怀里作威作福了。婆家是个什么龙潭虎穴还两说。田儿别怕，徐家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回家找姐，姐替你削他们。姐姐嫁人后日子过得也糟心，婆家人还总拿我这个懒妹妹敲打她。可姐姐从来没怨过半句，永远把我护在身后，就像小时候跟村里小孩对骂一样护犊子。好，我最喜欢姐姐了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就知道撒娇。刚进门我还听见你说最爱亲妈呢。田儿乖，盖上这盖头可就千万不能再摘了。新郎来啦！狂跳的心脏声彻底被外头震天的锣鼓淹没了。顶着这破盖头，脖子早就酸僵了。这糙汉怎么还不来掀盖头？你干嘛呢？什么？你后悔了？你刚刚哭了。那么乱糟糟的场合，他竟然察觉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明明很小心，没把眼泪蹭你背上。气氛怎么降到冰点了？这家伙变哑巴了，我又看不见他的脸。如果我后悔了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。
折腾了一天，就早上灌了碗甜汤，被人像木偶似的摆办到现在，浑身骨头快散垮了。掀开盖头还得看着男人甩脸子，这家伙绝对是婚前忽悠人，刚进门就直接原形毕露。别哭，连我哭你也要管吗？怎么才能不哭？我快饿死了。等我一会儿。这么多，你先吃，就这一碗都不够塞牙缝的。自家父兄饿极了，吃饭也快，但绝对没他这么粗鲁奔放。怎么不吃？你就不能吃慢点儿？嫌弃我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我本来就是个糙人，这么吃早就习惯了。反正她都后悔嫁进来了，还管老子怎么吃饭。你果然是结了婚就翻脸，之前几次见面还装的人模狗样，这一进门直接破罐子破摔了。不吃饭了？饿死也不吃。动静这么大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糙汉绝对听见了。不吃了。吃饱了。这是什么鲜小鸟味？难怪背起来轻飘飘的没几两肉。今晚还有正事，破例迁就一回吧。这样总行了吧？虽然吃的还是跟打仗一样，但好歹没了那些要命的噪音。起得比鸡早，又被折腾一整天，只想赶紧睡死过去。以前在娘家吃完饭洗漱完就躺平了，现在这男人不回来，我一个新媳妇儿也不好意思乱跑，只能干等着他回来打水。你吓死我了！你怕我？你先去漱口。你满嘴都是酒味儿，再不漱口，我都要被熏醉了。矫情！你说什么？想到当时外面锣鼓喧天，正美滋滋把人娶进门，却突然听到你在哭，你为什么后悔了？我没有后悔。那你为什么哭？我舍不得我爹妈不行吗？虽说离家不远，可嫁了人身不由己。亲姐嫁到隔壁村，一年想回3次娘家都比登天还难。只是舍不得他们，没有后悔。那你是我的女人了。不然是谁的？难不成今天跟你拜堂成亲的是鬼吗？那我们赶紧洞房吧。你喝多了吧？今晚本来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我要洗漱。那你就去洗啊。坐下。不洗正好，直接洞房。你干嘛？真话。哭什么？我害怕。刚过门第一天，我竟然硬生生把新媳妇弄哭了2次。怕什么？你这副样子，谁不害怕？
我去给你打水。他的力气真的很大，还好醉酒的他也没有对我强来，不然我真不敢想象。不过，他虽看上去很凶，但好像也不是很难说话。过来洗。我还要洗脚。给你换盆水来。天太冷，一盆水没一会儿就凉透了。等等，刚烧开的热水，这么下脚，非得把脚尖烫脱皮不可。还挺舒服，有人伺候求之不得。给你按按。你那么大劲儿干嘛？我明明已经很轻了，我再轻点儿。不要，真是疼死我了。怎么不躺下？早就听说过这丫头能躺绝不站着，今天倒是反常。你要睡里面还是外面？我睡外面，睡外面方便。我起得早，省得动静太大吵醒你。屋里黑灯瞎火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心跳的好快，脸烫的要命。还在哭？一开始我还咬着嘴唇死憋着，后来实在憋不住了。可是我越哭，他居然越起劲。人家根本不疼，我的牙都要酸倒了，傻子才继续咬。自己这刚过门的媳妇儿不仅懒，还是个水做的，一晚上不知道哭了多少回。这满身腱子肉，她咬着一口跟挠痒痒有什么区别？真没辙。要不，你再咬一口？不如这样，我自己捶自己一拳，你让我再来一回。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，我险些当场气晕过去。累坏了，不过这男人的怀抱确实暖和。原来娶媳妇儿是这种感觉，抱着贼暖和，睡着也舒服。浑身酸疼的要命，尤其是双腿之间，
要不是新婚头一天，按我以前在娘家的脾气，绝必要在床上一躺一整天，绝对不带起身的。我皮肤本来就娇气，徐安那双操手摸过的地方竟然全留了印儿，真是气死人了！混蛋！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早就凉透了，看样子放了挺长时间。爹，刚起。坐着等会儿。爹手艺好，娘家的桌椅板凳柜子都是他亲手打的。婆婆乔玉又是个会收拾的主，到处都透着生活的热乎气，哪像这般冷冷清清，只有四面墙。你几点起的？卯时一刻。天还没亮，难怪我一点动静都没听见。今天还要进山吗？天气不好，进不去山。哦。掂2口就行，我现在去做午饭。聘礼和酒席把家底都掏空了，这小鱼还是大清早去河里现抓的。以前爷俩粗茶淡饭凑合了一辈子，现如今家里是一滴都不剩了。以前在娘家肯定没少吃香的喝辣的，绝不能让媳妇跟着我受罪。中午先喝鱼汤，下午我去镇上给你买肉。大哥念书花钱，爹娘节省惯了，但大哥宠我，零嘴全进了我的肚子，才养出这身肉。可他打猎全凭运气，经常半个月摸不着值钱货，聘礼掏空了家底，还得留钱给公公防身。不用买肉，我不怎么馋那口。我帮你烧火。临走前亲妈嘱咐过，进门得多帮衬，别让人家看笑话。你确定会弄这个？你先把火给我点着。出去歇着，这活不用你干。没事儿，我能帮你烧。我懂。闻着真馋人，爹不会有种家里想吃鱼只能去集市买，那可比猪肉还贵。吃饭，别客气。嗯。爹，你也吃。我不吃，留给你媳妇儿吃，她有的是。鱼骨头都煎酥了，别怕卡嗓子。那这块你吃？给你就吃。手心都出汗了，这男人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快？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镇上？去镇上干嘛？买只老母鸡养着，以后能下蛋给你吃。自打我娘走后，家里活物全换了口粮，再没养过了。我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上次去镇里还是10岁跟着大哥去，真不想动弹。坐牛车去吗？我一般都走着去。那我不去了，得走2个多小时呢，打死也不走。哼，坐牛车你去不去？坐牛车倒是能考虑考虑，虽说以前在娘家也常一个人待着，但这破屋子毕竟眼生，相比之下，还是跟着他更有安全感。
行吧。这就是徐安刚娶的媳妇儿，怎么生得这么白净？看着根本不像咱这穷山沟的，倒像是镇里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。徐安这是走了啥狗屎运，居然讨了个这么水灵的老婆？你们还不知道这新媳妇什么来头吧？看着根本不像咱这穷山沟的，倒像是镇里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。徐安这是走了啥狗屎运，居然讨了个这么水灵的老婆？你们还不知道这新媳妇什么来头吧？姓陆，对头，就是老陆家的闺女。难怪长这么俊，你看那小脸蛋儿，比村长家闺女还嫩，掐一把都能掐出水来。听说那丫头从小娇生惯养，这么大个人一点农活都没干过，娶回去不得当活祖宗供着？徐安脑子进水了。你想差了，你瞅徐安那铁塔似的块头，嫁过去指不定谁伺候谁。就他那砂锅大的拳头砸下去，那小身板不得当场去了半条命？我看他进了徐家门，就算想偷懒儿也由不得他。也是，我到现在瞅见徐家那小子都心里发毛，更别说他那风吹就倒的小身骨了。这小丫头以后有的受喽。我就用这水洗脚吧。今天才摸清情况，徐家离打水的地方挺远，他每天挑满一缸水得花快1个小时，这水还是得省着点造。心疼我打水受累了？我才没有。真没有。要是敢说没有，这头饿狼肯定能一口把我生吞了。赶紧的，水都要凉了。这水已经不烫了，我凑合用，洗完再给你端盆新的。咬自己干嘛？啊！嘴皮子都要被你咬破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我又没毛病，干嘛自己虐待自己？徐安和公公早就下地干活去了，我还想着今天早起呢。毕竟公公在家，刚过门的新媳妇天天日上3粮才起，实在说不过去。早上他起炕时，我明明听见动静了，可这身子骨实在太软。算了，好歹今天比昨天早起了半个钟头。多亏以前大哥教我认字，怕我在家憋出病，弄些话本给我解闷儿。徐安回家从来不敲门，以前在娘家就常有2溜子敲窗户，我都是装死。这会儿到底要不要出去探个头？谁啊？我是你们大哥的表妹。你来找徐安吗？他没在家。嫂子，是大哥让我来给你做午饭的。村头有汉子进山失踪了，别人死活拉大哥进山寻人，他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，特意交代我来给你搞口饭吃。昨日徐安才说最近不进山，这会儿跑去帮忙会不会有危险？那人是怎么丢的？徐安去救人会不会出事？我也不清楚。不过徐大哥15岁就一个人进山了，熟门熟路，嫂子你尽管放宽心，
徐大哥腾不出手背老爹回来，只能先把徐成才托给我爹照顾了。挺不好意思麻烦人家，没奈何自己连火都不会生。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嫂子，你平时吃饭都这么慢吗？怎么了？我要是敢这么吃饭，早被我爹打死了。我爹那脾气可凶了，挑水回碗一丁点都能追着我满街打。在乡下，爷们儿打人是家常便饭。瞧见村里这些调皮捣蛋被追着揍的小孩，我就觉得自己投胎投得真好。我阿爹从来不打我。你爹居然从来不打你？确实没打过。那你也不用干农活，也不用帮家里挑水吗？不用。那洗衣裳、挖地、种菜、煮饭、洗碗这些，难道全都不用做吗？嫂子，你这日子过得真神仙，比村长家闺女都舒坦。难怪我爹说徐大哥娶了个祖徐嫂子。没事，快吃饭吧。徐大哥25才开润讨着媳妇儿，要是让我给气跑了，亲爹非得追着我打穿3条街不可。让你做饭已经过意不去了，哪能再让你洗碗？你坐那儿歇着，我来。你要不要看故事书？我不识字。村里娃不识字太正常了，没事儿，你先坐会儿，等我洗完碗念给你听。好呀好呀，今天那人家求到徐大哥头上时，他正地里忙活呢，我爹娘就在旁边，听说要陪新嫂子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牛牛才13，也就比我小5岁，可看着比我矮了一大截，瘦得没个人样。给，带上暖和暖和。嫂子，我不要，别给你弄脏了。没事，脏了洗洗就是。这也是你爹打的？不止他打的，还有李正家。这种伤要是长在我身上得多疼，可我也救不了他。听我给你念故事吧。真这个字我也卡壳了，大哥教的字虽然不少，但有些生僻的还是拿不准。没事，嫂子，你已经够厉害了，你是我见过识字最多的女人。醪糟，酒香味儿，甜滋滋的。醪糟是什么？嫂子，你吃过吗？我也没尝过。书上说闻着像酒，其实不是，甜滋滋的，特别香。听说京城那边的人都爱吃这个，听着就好想吃。京城啊，估计这辈子出个镇都难，更别说去京城了。大哥送来的这本是讲吃的，里面还写了怎么做，发现做法并不难，没准咱们可以做这玩意儿得用糯米，如今这年月，糙米都贵得烫手，更别说比白米还贵的糯米了。我爹娘哪舍得糟蹋粮食给我做这个吃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可算回来了。听这动静，这丫头是盼着我回家呢。怎么样了？没出什么事吧？人找到了没？找到了，没出事。今天多谢你帮忙。前几天刚做了几个新弹弓，送你一个。好呀好呀，徐大哥做的蛋打鸟百发百中，村里小孩可眼馋了。正好我之前那个刚被我爹收。怎么没把公爹接回？
衣服怎么全湿了，都能拧出水来。这么冷的天，浑身湿透，不知道先换衣服，满脑子居然还想着那档子事儿。你疯了！在山里一个水坑找着的人，那汉子家里有人突发疾病，买不起药，硬着头皮上山，脚底打滑栽进了冰水里，冻晕了。我跳进水里才把人捞上来。那你怎么不先换衣服？我衣服颜色深，大伙全围着那昏迷的汉子，也没人注意我。本来打算回家换身衣服再去接老爹，结果一进门，看见你眼巴巴等着我，脑子一热，就全忘干净了。赶紧去换衣服啊！穿成这样不冻死你！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你以为你能逃得掉？怎么，敢看了？敢看？你赶紧穿你的衣服吧。别怕，别怕。别闹，这大白天的。晚上不吹灯行不行？不要，今天这出算是给我提了个醒。万一以后男人不在家，总不能天天指望别人来喂饭。出门前我妈交代过，两人过日子不能全靠一个人干，时候长了早晚得出大问题。嫁了人就不能再耍大小姐脾气了。用不着你学，在娘家不用干，嫁给我照样不用干。我就是想学。陆田，我把你娶回来可不是让你当丫鬟伺候人的。以前在娘家怎么过，现在照样怎么过就行。你该干的就只有把我当成你的男人，安安稳稳跟我过日子。到了晚上，乖乖配合我睡觉就行。你大白天瞎说什么胡话？就咱俩这体型差，真要杠起来，我根本拗不过他，还不是全凭他说了算。今天不用你烧火，出去等着吃就行。这玩意儿居然还能酿成米酒。放心，没事。我差不多卯时一刻回来，你安心睡，回来叫你。那你千万注意安全。这么早上山了？嗯。这野鸡我买了。这只不卖。为啥？徐安打的猎物不全拿去卖了吗？平时有钱人家买去打牙祭的。我媳妇今天回门，带给丈母娘的。你想要，我明天再跑一趟。原来如此，那麻烦你明天帮我跑一趟。媳妇儿最近身体差，买只鸡给她补补。行。那是什么？糙米。也是带回娘家的。嗯。离秋收还有好几个月，他居然舍得下血本送这么多。想当年大姐回门就带了小袋红薯，姐夫还骂骂咧咧好几天，嫌大姐结了婚还倒贴娘家。谢谢你。你谢什么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来我家提亲时，知道我爹就是你1年前救的那个人吗？只要他不乐意，我绝不勉强，压根儿没打算谢恩图报。谢谢，太谢谢你救了我爹。
我爹一直想找你当面道谢。没啥好谢的。缘分这东西真绝，我们俩居然真成了两口子。来啦，阿娘，几天不见女儿，想死娘了。走，进屋，你爹亲自下顾，做了好吃的。田儿，多吃点儿。谢谢娘，娘你也吃。儿子带回来的，一直没舍得喝，今天特意拿来招待女婿，我给你满上。哈哈哈，行，今天高兴，咱爷俩多喝2杯。这酒莫不是馊了？怎么一点酒味没有？确实是没酒味儿，酸酸甜甜倒挺好喝。爹，这酒放多久了？快1年了。田儿大哥去京都带回来的，说京城人都爱喝，叫什么米酒。我知道这个，书上写过，这叫米酒，糯米酿的，有酒香但不辣口。爹，你们喝着是这味儿吗？对对对，就这味儿。那就没坏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喝酒伤身，喝这个不容易醉，还养人。京城带回来的洋气玩意儿，没坏就行，味道确实绝。行，那咱就喝这个。想尝尝？太香了，只能抿一口。本以为会辣嗓子，没想到酸甜可口，一点白酒味都没有。你想喝醉？没有酒味儿，但有酒精，且后劲儿不小。这壶酒已经见底，我和老丈人一人灌了半壶。喝的时候没感觉，这会儿倒真有些上头，脑袋昏沉沉的。这么厉害？阿玉呀，也不知道我这小闺女嫁过去过得咋样。那个徐安安块头那么大，洞房的时候闺女那么娇弱，怎么受得了？你在发什么疯？我没有，你不也说让我随时盯着点，看徐安会不会动手打咱们闺女啊？他爹喝高了，满嘴跑火车，我先扶他回屋躺会儿。要死啊！每次灌2杯猫尿就胡说八道，当着女婿的面扯这些，脸都丢尽了。阿玉，你掐我干嘛？疼死老子了！疼死你活该！我打死也想不到，亲爹喝多了连那种事儿都往外秃噜，而且还猜得这么准。难道他也喝断片了？干甚？你没醉？没有。其实我酒量一般，怕第一次回门喝趴下丢人，我刻意压着节奏，没像老丈人那样牛饮。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爹娘就是太担心我了。我知道，你好好跟我过日子，我不会打你，也不让你吃苦。好，我是真想好好跟这男人过。徐安，你别见怪，他爹把这小闺女当眼珠子疼，嫁给天王爷他也不放心。其实，他爹特别认你这个人，不光是因为你救过他的命，更看重你这些年一个人给老爹养老送终，还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他爹私底下把你查了个底儿掏。虽说十里八乡都怕你这尊煞神，但村里谁家在山上出事，第一时间求救的永远是你。你也次次帮忙，绝不含糊。冲这份仗义，你的人品绝对杠杠的。加上今天回门，他一大早进山打野鸡，还提来普通人家够吃1个月的糙米。
要不是把田儿放心尖上，哪会下这种血？我知道你会心疼咱家田儿，以后你就把我当亲娘。田儿这丫头有点懒，但心眼儿好，贴心，你慢慢教。若是她犯轴不听话，你直接找我，我替你削她。丈母娘这是在点我，万一以后两口子闹矛盾，让我手下留情。乡下爷们打老婆的烂事满天飞，他们体型差悬殊，爹娘有顾虑太正常了。好，只要他敢跟我踏实过日子，肯跟我睡一个被窝，哪怕他把家拆了都行。得亏他没喝成一滩烂泥，还能勉强自己走2步。要是像你爹那样死狗一样，就算再来8个好汉，也抬不动他。田儿，你歇着，一回娘家什么都不用干，以前当祖宗，以后还当祖宗。阿娘，没事的。你跟从前一样，陪娘唠唠嗑就行。你跟娘交个底，这几天过得咋样？你爹早早就交代，你一进门必须严加盘问。为了这事儿，我们老两口整宿睡不着。挺好的呀。许安没逼你干粗活吧？没有，这几天除了他做饭，我帮忙看两眼火，其他的跟在家一模一样。没让你洗碗理衣、挑水打扫，甚至伺候他洗澡洗脚，都没有。也没逼着你学做饭。前天我想跟他学，他死活不让。他说我以前在家啥样，以后就还是啥样。他真这么说？没想到我这懒闺女居然有这种福气，碰上这么个绝世好男人。徐安这孩子确实不错，但日子还长，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。娘嘱咐你的话全忘了。平时扫个地、抹个桌子的活儿，你得抢着干，千万别让他觉得你是个废物点心。还有，娘之前教你的那些招数，你到底记没记住？什么？你这丫头怎么把娘教你的绝招忘了？娘不是让你学会示弱，懂不懂利用这张漂亮脸蛋儿？幸亏你生得好看，只要你撅着嘴、红着眼眶撒个娇，哪个男人顶得住？连我这当娘的看了都心疼。不理你了。这死丫头，跟亲娘还害臊。难道女人结了婚就只能这样吗？以后回这个家只能叫回娘家了。大哥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出嫁，等他再回来，那个被全家捧在手心里的幺妹已经不在了。田儿，怎么了？阿娘，大哥还不知道我成亲了，他要是回来知道了，会不会发脾气？你大哥把你当命根子疼，哪舍得生你的气？要生也是生我和你爹的气。提起这个大儿子就头疼，这孩子从小极有主见，走起来9头牛都拉不回。早算算着给他张罗媳妇儿，他死活不干，非说等幺妹出嫁了再考虑，硬生生拖成了大龄剩男。不过好在他有出息，被先生看中带在身边，走南闯北长了见识，不像村里这些人一辈子连镇子都没出过。大哥最近来信了吗？最近没动静。
不过按上次信里说的日子，估摸着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今天非得煮顿饭给他看看。这破货怎么死活点不着啊？你在搞什么？我想煮饭。可是这火怎么都点不着。我只是想帮帮他。结婚这2个月，他简直像个铁打的机器，每天从早忙到晚。现在多了一张嘴，担子更重了。我经常发现他胳膊上有伤，他总说是山上不小心刮的，可那伤口根本不像。不是跟你说了不用干这些？八成是遇上猛兽了。那大山里头可没表面这么太平，越往深处狼和老虎越多。我还亲眼见过一个比人还高、浑身长满鬃毛的怪物，光那眼神就能把人活活吓死。不能就在外围打猎吗？非得往深处走？现在外围连根毛都打不到。打仗结束了，好多当兵的回乡种地，进山打猎的人也多了。外围顶多能打几只野鸡野兔，根本卖不上价。爹，您当年是怎么受伤的？我呀，那会儿年轻气盛，太狂妄，追一只狐狸追了整整1天，眼看天都黑了，本该赶紧下山，可我偏不信邪，结果越追越深，天一黑，狼群就出来了。现在还能活着喘气，都算老天爷赏饭吃。都怨我是我造的孽，就因为我的狂妄，整个家彻底毁了，媳妇儿没了，徐安也没了娘。原本11岁的徐安是私塾里最聪明的孩子，本该有个光明的前途的。爹，您别这么想，你也不想出这种事，别自责了。好孩子，你是个好孩子。看着他心疼徐安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至少儿子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以后就算我2腿一蹬，也有人陪着他。放宽心，徐安比我厉害，脑子也比我好使，绝不会出事的。我以前真不知道打猎这么玩命。他就算胳膊带着伤，回来吭都不吭一声，照样挑水做饭下地干活，晚上还得给我洗脚。这就算厉害了。在我心里，这样就是最厉害的。跟我这废物点心一比，他11岁就挑起整个家照顾老爹，简直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村里人总因为他长得凶就孤立他，可真碰上要命的事儿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永远都是他。别乱花钱了，别乱花钱了，眼看要过年了，咱得攒点钱，给你和爹扯2身新衣裳吧。给你做就行，2大老爷们儿有衣服遮体就行了。才不要，我衣服够穿了。你和爹就那2件破布衫都快洗烂了，必须给你们做。行，那就给你和爹做。前天下的套子抓了只小鹿，刚在镇上卖了，这是剩下的钱。要是成年大鹿，1整只就能卖1两银子呢。居然足足有300文，买完果腹还能剩这么多，加上我之前抠抠搜搜存的100多文，离过年没几天了。有了这笔巨款，终于能置办点年货，过个肥年了。既然这样，这几天你就别进山了。
马上过年，在家歇几天吧。行，本来也打算歇2天。你想不想回清溪村？明天带你回去。真的？2个月没回了，知道你想爹娘，我背你。不用。他左胳膊上还有道血淋淋的伤口呢，我死活也不能上去。你快把我放下来啊！等下伤口真裂开了。担心我？你先把我放下来，用的右边，弄不到左边的手臂，自己的手臂也不上点心。你上心就好。担心我？我才不担心你呢。你先把我放下来，用的右边，弄不到左边的手臂。你走前面吧。不要，他又不是什么吃人怪物，不就是脸臭了点，块头大了点，至于吓成这样吗？都被当空气了，怎么还有脸笑？简直没心没肺！哎，你们看到陆家那丫头了吗？看到了，我的老天爷，她男人壮得像头熊，看着都瘆人。老陆真是老糊涂了，闺女那么娇气，嫁给这种糙汉，挨一巴掌，估计半条命都没了。可不是嘛，平时装的拿闺女当心肝宝贝，到头来还不是眼皮子浅，贪图彩礼把人卖了。听说男方给的彩礼丰厚的很，本来还挺眼红，现在一看拉倒吧。哪天这莽汉发火，陆家全家都得跟着倒大霉。80%是，刚才我看他脸拉得老长，见了我连个声都不哼。才嫁出去2个月就被赶回来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村西那打光棍的李老头这下有戏了，反正这没人要的丫头也配不上好人家。之前是听说村花嫁了个壮汉，但打死也没想到壮得跟座黑铁似的啊！这哪像2口子？村花娇滴滴的往这尊铁塔旁边一站，要不是头上盘着妇人发髻，简直就像是领着个闺女出门。妈的，差点被这孙子当枪使，还以为真是外地人砸场子，这都给老陆家当女婿了，算哪门子外村人？散了散了，咱们可不像这窝囊废，把活全推给老婆干，地里还有一堆草等着拔呢。帮手全跑了，借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跟这头活熊叫板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你就跟他成亲了？他是谁？是哪里人？家里都有什么人？你成亲这2个月过得怎么样？大哥，你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你哪一个？每一个都要回答，你快跟我说啊！那李婶说爹为了聘礼才将你嫁了出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爹最疼你，怎么可能会为了聘礼将你草草嫁出去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话？和徐安成亲是我自己看过后同意的，爹没有逼我。你如何认识的他？你怎么会同意？是他们自己上门来提亲的。见到他人，我才发现我见过他。他就是1年多前救了爹的人。是他？就算是他救了爹，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感谢他，何至于要你嫁给他？是不是他挟恩图报？你跟大哥说，大哥给你做主。给那个赔钱货花20文医治，绝对不可能。可若是不治，也不知道那小东西还活不活得下来。且若是把这怪病传染给我们一家人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但这病要花20文铜钱医治呢，我可千万不能被传染了。大妞是你的女儿，既然是你提出的和离，大妞你得自己带走，我们陈家才不养这么个赔钱货。你们刚刚不是说大妞不让我带走吗？怎么，
听说他可能有传染病后，你们就不要了。你们怎么就能这么心狠？你别给我说那么多，生了个赔钱货，也只有你一天当个宝。既然你那么喜欢，你就自己带走。以后他是死是活，都跟我们陈家没有关系。万千星辰，终究不及眼前人。下次不可以这样了。什么？不能利用你的脸蛋儿去迷惑别人。你生气了？天儿，新年快乐！我生气，但我为你欣慰。至少，你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优势达成目的。陈家的人太过分了，李翠怀着身子瘦得一把骨头，摇摇欲坠的，太惨了。还有呢？那个陈老伯骂我，骂你什么？反正不好听。不过看他今天的情况，以后怕是没机会再骂人了。我娘教过我，在村里生活可以善良，但一定不能被动受欺，不然欺负人的人就会源源不断。爹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？我就不去了。你是回娘家，我去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没事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习惯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爹娘等久了。真不去？不去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先在家等着，我把爹送到陆家后再回来接你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一起走不就行了？那段小路杂草丛生，倒刺密布，走的话会划烂你的衣裳，还会划破你的肉。那我在家等你。我这身上真是毛病无数，又懒又怕疼，还爱哭。算了，衣裳弄坏了我会心疼死的。哼，原来也有能让他克制住懒病的事。陈家的人太过分了，李翠怀着身子瘦得一把骨头，摇摇欲坠的，太惨了。还有呢？那个陈老伯骂我，骂你什么？反正不好听。不过看他今天的情况，以后怕是没机会再骂人了。我娘教过我，在村里生活可以善良，但一定不能被动受欺，不然欺负人的人就会源源不断。爹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？我就不去了。你是回娘家，我去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没事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习惯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爹娘等久了。真不去？不去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先在家等着，我把爹送到陆家后再回来接你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们一起走不就行了？那段小路杂草丛生，倒刺密布，走的话会划烂你的衣裳，还会划破你的肉。那我在家等你。我这身上真是毛病无数，又懒又怕疼，还爱哭。算了，衣裳弄坏了我会心疼死的。
原来也有能让他克制住懒病的事。你怎么这么快？往常单趟就要半个时辰呢。怎么了？好漂亮，好香，哪里来的？山里。这么一会儿，你还去了山里？爹呢？爹已经送去了你家里。从山里走近路到清溪村，只要1刻钟的时间。近这么多？想不想走走？这里就是徐安每日待的最多的地方呀。其实我不怎么怕，在他宽阔的背上特别有安全感。我知道他会保护好我，只是听到异响，下意识的反应罢了。怕？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怕吗？忘记了。怕。你几岁开始上山的？14岁。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爹，徐安，你为什么每天都要跟人打架？你的力气如果多的用不完，就给我上山去，不要整天给我惹事儿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敢不敢私自上山？说！徐安，你就这么犟吗？爹，我今天打了一只野鸡。罢了，我管不了你。徐安，射伤，陷阱，找猎物找我。这么早，爹也放心吗？我以为你至少是18岁成年了之后才开始上山的。山里的草丛不安全，不仅有虫子，还有可能有蛇。那怎么办？忍一会儿。去吧。这么害羞？你别说了。这里怎么有这个茅屋？我18岁的时候搭的。这四面漏风的地方比山下冷上数倍，我一个人来待1刻钟都待不了，他却把住1晚，说如此平静。上次带东西回去，阿娘念叨我半天，她让我们想家就回，绝不许再带东西，不然她要翻脸的。空手回去不合规矩。粮食能熬到明年秋收就行，绝不能委屈媳妇儿。大不了我自己多喝几碗清汤寡水。那咱不回去了。怎么就不合规矩了？我娘都让你把她当亲娘了。别看我娘平时温温柔柔，撒起泼来我爹都得跪下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今天绝对不回去了，省得我娘又掐我胳膊。媳妇儿居然学会忽悠人了，就丈母娘宠她那股劲儿，估计她从小到大连被打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哪个瞎了眼的敢砸老娘？找死是不是？哎呦，陆家老三回来了呀！
这一趟出远门，可真够久的。你刚才乱嚼什么舌根？心里早把你骂了800遍，但这小子是先生眼前的红人，得罪了他，我那2个正在私塾读书的儿子铁定没好果子吃。哎呦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就是几个老姐妹随便唠唠嗑。女孩家名节比命还重，你们就算再蠢，也该知道名节杀人。我家妹妹清清白白还没成亲，你用这种脏水泼她，究竟安的什么歹毒心思？没成亲？你家妹妹还没成亲，你居然不知道她2个月前就嫁人了。不仅嫁了，你爹为了那点彩礼，活生生把她卖给了一个膀大腰圆、力大如牛的糙汉，长得那叫一个凶神恶煞。你是没见过，你那妹夫胳膊比你妹妹大腿还粗，就你妹妹那身娇肉贵的，挨一拳怕是直接咽气。你胡说！我爹怎么可能为了点彩礼把妹妹推进火窝？我可没瞎说。今天他们俩刚好回村，你妹妹脸色煞白，估计是被那糙汉打完退货了。早就劝过你们别把丫头养得太娇气，丫鬟命公主病，现在被赶回娘家了吧？彩礼飞了，成了破鞋，以后想嫁人都难喽。婶婶不好了，哥哥在村头跟李婶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大哥回来了，大哥不会打架，肯定要挨揍的。我去看看，你别急。小安，你去了狠狠削他，出事了娘给你兜底。好。别以为读2本书就能上天，老娘今天非扒你一记，非扒了你的皮！没事吧？这种压迫感，完全对得上村里的传言。难道妹妹真嫁了？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家暴男？先将就穿会儿。杀千刀的李招娣，你敢动我儿子，读书人的脸也是你能抓的，你拿命赔都赔不起。别嚎了，疼死我了，快撒手！我撒你奶奶个腿！欺负我儿子，当我们老陆家死绝了不成？这么多年没见，老娘的战斗力依然是清溪村的天花板啊！这老泼皮到底放了什么狗屁，能把你气到跟他动手？自己在村里已经算高个了，站这人跟前居然还得仰视。妹妹那小身板，跟他说话脖子不累吗？就妹妹那懒到骨子里的性子，怕是连这男人的全脸都抬头看清吧？哼！我刚进村就听他在满嘴喷粪，说你们把田儿嫁给了一个莽夫，还说田儿今天回村脸色难看，肯定是被夫家打了一顿退回来的。而且，到底还有什么？磨磨唧唧，快放！这老娘们还撺掇那个李老头再来提亲，说反正田儿已经嫁过一次，成了破鞋，不值钱了。今天不撕烂这张喷粪的臭嘴，我就不配他娘！谢得好，就该把他那张臭嘴也一起卸了。这糙汉女婿看着比我火气还大，这眼神，连我这丈母娘看了都心里犯怵。
不过乡下地方不能软弱，必须一次把人打疼打怕。为了田儿，连脾气最好的成儿小时候都没少跟人拼命。敢往我闺女身上泼脏水，就是活该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又在背后乱嚼什么舌根？这张嘴就不能消停点儿，天天给我惹祸！乡下女人本就命苦，这村里打老婆的混账一抓一大把，就属这男的下手最狠。我儿子还在人家学堂里念书呢，以后万一他当了教书先生，可千万不能得罪。嘿，陆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蠢妇回去，我一定狠狠收拾她。兄弟啊，别跟你这老婆一般见识，她就是个没文化、乱说话，你别当真。气也出了，人也打了，这破事只能就这么算了。毕竟一个村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还不给我滚回去！我的手被那煞生废了，不接上回去怎么伺候你？谁干的？这要是找郎中接骨，得花10个铜板呢。揍你一顿也就罢了，废了你的手，谁给我洗衣做饭？就是这个活煞星！刚来时我就瞥见了这尊铁塔，看着面生，还以为是别村来看戏的。原来是这外乡人下的黑手。村里人平时再怎么闹，遇上外地人，那绝对得一致对外。你混哪里的？跑我们村撒什么野？识相的，赶紧把我媳妇儿胳膊接好，不然今天你休想踏出我们村半步！看什么看？我们村可是出了名的抱团，你废了我老婆，必须掏汤药费。我也不讹你，拿100文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乡亲们快来呀！外乡人跑到咱们地盘上欺负人了！小子，别以为你块头大就能逞能，我们这帮兄弟一人一脚也能让你趴下。赶紧过来接骨，乖乖把钱掏了。这大老爷们儿压根没见过，哪儿来的煞神？你们想干嘛？丫头，这外村人谁呀？当初陆家丫头出嫁极其低调，只请了几家亲戚，摆了2桌。咱们压根儿不知道新郎官长啥样啊！他是我男人。自从爹徐成才瘫了后，娘也跑了，那些小孩笑话我没爹没娘，迟早饿死，我只能咬着牙靠自己硬气的全部打回去。后来体型越来越大，就再也没人敢惹我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挡在我的身前。这次就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下次还让我听到，就没这么容易算了。至于你的手，你就自己去找郎中给你接吧。若是不服，你大可来找我。哼，怎么，你不是要让我家女婿出不了清溪村吗？怎么现在这么怂了？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也不知道他是您的女婿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退一步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干什么？我必须得找他们问问清楚。我不过才大半年没回来而已，幺妹怎么就嫁人了？还嫁一个这么……说她面色沉冷吧，刚才我明明看到她对着田儿傻笑。她把外衫脱给我穿，说她热心吧，可她看我的神情怎么也跟热心搭不上边。我
最疼的幺妹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人。田儿若是被这样的人欺负，我别说帮忙了，肯定得比田儿先被打倒。毕竟他高一点，拳头砸下来更好下得去手。你那一手卸腕子的功夫好厉害啊！你能教教娘不？我若是学会了，以后看谁还敢在背后嚼陆家的舌根儿。其实很简单，你握住他的手腕，然后……不是，他都没提过救了阿爹的事情，是我自己认出来的。且他说了不介意我的懒病，成亲后也会对我好，我才同意了成亲。你就信了？大哥不是跟你说过，男人的话信不得，他万一就是说甜言蜜语骗你呢？大哥，你看他救阿爹的态度就能看出来，他的为人不差的。而且成亲以来，他确实对我不错的。他是哪里人？就隔壁小河村的。倒不是太远。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只有他和一个爹两人。没有娘。幺妹本就比一般人懒，若是家里没有个女人，那家里的事情谁做？徐安爹爹打猎摔断了腿后，第3年他娘就跑了。你千万不要在他身边提他娘的事情。虽然徐安看上去好像不在意他娘，但他只是面冷心热，心里肯定也是在意的。你等等，意思是他不仅没有娘，爹还是个摊子。你小声点啊！我不同意！你怎么能嫁到这样的人家？嫁过去伺候他们爷俩吗？爹娘都是怎么想的？竟然会同意？爹是不是看在了他救了自己的份上同意的？他的恩情难道要让你搭下去还吗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爹什么为人你还不知道？这门亲事是我自己点头同意的，且你怎么能以表象判定别人的家庭呢？难道因为身在这样的家庭，许安就不能娶媳妇了吗？我嫁过去已经2个月了，根本不存在你说的去伺候他们爷俩。许安一个人包揽了家里所有事情，甚至还包揽了我的事。许安家不是我的负担，我反倒给他增加了负担。田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说他这样的不能娶媳妇儿，我只是心疼你。别人我管不着，但田儿是我打心眼里疼大的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去跟着受苦？我知道大哥的心情，你放心吧，他对我挺好的。真没看出来，他那样的人竟然能做到这地步。毕竟他长着一副稍不如意就能随时一拳打下来的模样。不过，刚刚他来拉架时还很平静，可一听到我复述李婶骂田儿的话，他的脸顿时就变了，动作比娘还快，直接把李招娣另一只手也卸了。看来他应是在意田儿的。其实若不是他家庭太差，找个徐安这样的人也不错。田儿自小生得美，我总怕她嫁人后夫君保护不好她。但就凭徐安的块头和今日见到的身手，我至少不用再担心这点。罢了，事情已成定局，田儿看起来也确实过得不错，对你好就好。你记住，大哥永远在。打不过他，若是他对你不好，你就来找大哥。大哥虽然打不过他，但总归拼了这条命也得教训教训他。大哥，我知道大哥最疼我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和他一起把日子过好的。你也争取早点给我找个嫂嫂回来。好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出去一趟回来，幺妹就嫁人了。我大哥肯定又给我带了他去过的地方的新鲜玩意儿。上次他回来给我带了一个簪子回来，可好看了，不过被我搞丢了。真想让田儿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，但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这个时候提出来，实在不合适。回去路上慢点儿。
什么样的？上面有一颗小小的红珠子，下面掉了2条穗。那颗珠子特别漂亮，我们这儿丢失人子都簪子，我们这儿都没有那么好看的款式。爹，哎，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爹吃过晌午饭了吗？吃过啦。嫁过来这2个月，爹每次看到我都会露出这样憨厚的笑。爹的腿治不了了吗？不知道，镇里的大夫治不了。前几年我打猎攒了些银子，给爹找了很多个大夫，但他们看了都摇头。后来爹就不让我这么挥霍银子了，找了他也不配合。其实镇上的大夫我已经找遍了，都无能为力。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怎么给我也做了衣裳，给你和徐安2人做就好了。爹，上次徐安打到了一头幼鹿，赚了不少银钱，正好过年你也该换新衣裳了，你别心疼银子。爹，我给你试试。爹每天做着活动小，容易犯冷，这件保暖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好。爹穿这件衣裳真好看。爹，你穿上这身，气色看着都好了很多，年轻了10岁呢。哈哈哈，陆丫头嘴真甜。哈哈哈哈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昨日在村西头碰见陈老头，他那副显摆的嘴脸和田儿的孝顺真是没法比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呢，我家那儿子可孝顺了，前日挑了一担蜜了针上，还了一担厘米糊来，宁愿吃的差些，也要剩下钱给我做新衣裳呢。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宁愿把地的菜卖了吃野菜糊糊，也要置办行头显摆。苦了家里人，大贤妇还怀着身子呢，跟着吃粒米糊糊受罪，这哪是孝顺，简直是愚孝。哎，你家儿子今年不也娶媳妇了吗？往年你家就2男人，日子过得糙也就算了，这下终于有了女人持家，怎么你还穿着这2件都要洗破了的衣裳？这都要过年了，你家儿子媳妇没有给你置办新衣服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女人啊，就是不能惯着她。若是还那么不懂事儿，你让徐安教训她。就你家儿子那样的个子，保管2拳下去，他就得乖乖听话，连公爹都不孝顺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昨日我没想过田儿会给我做衣裳，怕反倒给他招黑，所以才没反驳。但今日田儿给我穿上的这身，比陈老头昨天显摆的不知道好上多少倍，真想穿着这身去他门前转转。打媳妇儿这种事儿，我没做过，也绝不会让小安这么做。呸！活该摔断了腿。可惜我的腿不能走。小安在灶屋忙活，准备晌午饭，总不能让他背着我出去转转。我给爹穿上了新衣裳，他可高兴了。你选的衣服好看，我给你选的就不好看了？也好看。那你怎么不穿？我都换上新衣裳了。一会儿再穿。这是做什么？包点饺子。饺子？
白面的价格比糙米都贵，一般人家也就过年才能吃一次素菜饺子。我都好久没吃过饺子了。好厉害啊！我也想试试。这是为什么？在你手里明明简单的很啊。干开里面会有一些湿润，先撒点干粉在上面放蘸。他靠得太近了，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以为我动作快就没人看见。你干什么呢？这还在造房，若是有人经过，隔着窗户都能看到。去外面等着，饺子煮好就开饭。嫂嫂，嫂嫂，村头有人耍戏法，我们一起去看啊！什么戏法？杂技，特别厉害！我看到那人在一个特别大的钢圈上面走，走啊走啊，我们去看。牛眼儿，这是谁呀？我嫂子呀。你嫂嫂？你家大哥何时成亲的？不是，是我徐大哥的媳妇儿。哦，徐安的呀。平时只听说徐安找了个很漂亮的媳妇儿，但他极少出门，村里好些人都没见过。这会儿一看，果然传言不虚啊。没想到徐安倒是个有福气的，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。你是哪个村的人呀？清溪村的。就我们隔壁那个村，那挺不错的。这女娃子长得可真漂亮，都不像是村里的人。就是，这皮肤真好，看得我一个女人都想上前捏两下了。哼，长得再漂亮又怎么样？没有孝心。过年了，将自己打扮得那么好，都舍不得给自己公爹制一件衣裳。哎呦，陈老哥，这是又制了一件新衣裳啊！这布料看上去真不错。那是，这可是我花了5文钱买的料子，找的都是老师傅做的。难怪呢，这料子看上去就好，穿在你身上真合身。谁说不是呢？本来我还嫌贵不愿意，但我家儿子有孝心，推都推不掉。我家儿媳也孝顺，怀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。我晚上洗脚，她都要将水给我端来，吃点好的都紧着我先吃。我那儿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来，嫁了人没个嫁了人的样子，也不知道穿这种衣裳出来是要勾引谁。怀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，我晚上洗脚，她都要将水给我端来，吃点好的都紧着我先吃。我那儿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来，嫁了人没个嫁了人的样子，也不知道穿这种衣裳出来是要勾引谁。陈老伯，你说谁呢？你好意思说？我阿牛嫂怀着身子，你都还让她去给你挑水，若不是你逼着她去，她会去吗？你个女娃子懂什么？她怀个身子有什么？
哪个女人不怀娃呀？娃儿啊，阿牛他娘怀他的时候不一样，每天都要挑水、做饭、洗衣服、种地，样样都干。陈老伯这是想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这赔钱货竟然这么说我，还懂不懂什么是尊老爱幼？我可不得替他爹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不敬长辈的后果。你算个屁呢！就你还想当我的长辈？你看看你有个长辈的样子吗？我阿牛嫂怀着身子被你搓磨的只剩一把骨头，你倒好，整天在外面炫耀，谁不知道你家穷的连颗米都见不到了？爹，别说了，我们回家吧，你回家休息休息。走什么走？你个女娃子懂什么？你阿牛嫂吃的好得很，为了她这胎身子，我们老陈家将好吃好喝的都先紧着给了她。她今天晌午还吃了2碗白米饭，我们可对她好得很。她身子骨轻，是她自己吃了不长，这怪得了谁？家里明明还剩的有米有菜，可为了你可笑的面子，阿牛就把白米拿去换了难以下天的粒米，地里种的小菜也被卖掉，一家人只能吃野菜糊糊度日。我嫁到陈家一天好日子没过过，你竟然还说中午吃了2碗白米饭！哼，我中午连粒米稀粥都没喝饱，哪里来的白米饭？说我消瘦是我自己吃了不长，这意思莫不是还说我白白浪费了粮食不成？你说什么？你又知道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阿翠嫁到你们家6年了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，好不容易给你们家生了一个闺女，你嫌弃是生的赔钱货，紧接着就马上催她生下一个。我们没有。她生老大的时候坏了身子，本来就身体娇弱，结果你们不顾她的身子，才过2年又让她怀身子，这就算了。她怀着身子，你让她挑水煮饭，她都7个月的身子了，你竟然还让她给你端洗脚水，挺着那么大的肚子跪在地上给你洗脚，这就是你说的对她好吗？你自己爱面子，就让全家都吃不饱饭。为了你身上那件破衣裳，家里唯一的1担米，你都让阿牛背去镇上换了粒米，其余的卖了给你买衣裳。你不为别人，竟然连你那还没出生的孙子都不顾！你也不看看你那副尖酸刻薄的样子，你身上的衣裳穿得再好，也掩盖不了你骨子里的恶臭。爹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李苗花，你别说了，你想将我爹气个好歹出来吗？哼，怎么许你陈家做得出来，不许我说？我偏偏就要说。还有你也一样，长得个5大3粗的样子，结果私底下竟是个没有主见的愚孝男。你既然对你爹那么好，你就自己赚银子生你自己的口粮啊！阿翠都怀孕7个月了，一锅稀粥你们一家几口就喝了个干净，等她挑完水回来，你竟然就只给她留了半碗米汤。你也是真做得出来！她怀着身子饿得都快晕了，你竟然还说她是装懒不想干活，你们陈家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李翠，你还不让她住嘴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家里的什么毛病？见事情你都想外说。我的泪早就在陈家流干了。我生第1胎时就不容易，这胎到了7个月，身子成了这副样子，能不能挺过生产的那关都难说。我早就受够了陈家，今天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撕碎你们这虚伪的面目。让他说！你说什么？李翠，你反了不成？你别忘了你是谁。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陈阿牛，你当初娶我时明明说了会对我好，照顾我，结果这就是你说的照顾我吗？我从嫁过来就任劳任怨，想着一家人齐心协力总能将日子过好，结果你呢，让我伺候你们一家老小就算了，我辛辛苦种出来的菜，你说卖
给你爹做衣裳，也不愿意让你女儿吃饱一顿饭。他一个赔钱货，吃那么饱干什么？我爹说了，儿子才是真的，女儿以后都要嫁到别人家里，有两口吃的吊着就行了。你爹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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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都是你爹说，你离了你爹就活不了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你这样的还要跟我和离？你别忘了，你娘家都已经死绝了，你离了我，你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和离？信不信我一封休书扔在你的脸上，你看看你被休了还有没有人要？陈阿牛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就是看到阿翠没有娘家人的份上，才敢这么欺负她？他跟你和离了，怎么没有住处？你别忘了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阿翠娘家的。你们陈家的房子早在4年前就垮了。我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垮了？我看就是你坏事做多了才垮的。笑，极其嚣张。房子？什么房子？那就是我老陈家的房子。恶狠地盯着跟我过了。他若不想跟我过了，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他能带走。你无赖！李翠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若是真的不和我过了，不仅家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和大妞你带不走，你这胎若是生了个儿子，你也得给我们陈家送回来。当然，若是个闺女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家里已经有个赔钱货就够了。陈阿牛，你竟然这么无耻！你不仅占了我娘家的房子，你还占了我娘家的地，这些你竟然都想据为己有吗？什么叫据为己有？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你别忘了，那些东西都是随着你的嫁妆过来的。自古以来，你听说过哪个被休妻的下堂妇能带走嫁妆的？哎呦，阿牛媳妇儿，你别动气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怀着身子呢。是啊，阿牛媳妇儿，你就跟你家阿牛道个歉，这个事儿就算了吧。哪家过日子不是这样过呢？就不要想和离的事儿了。对呀，阿牛媳妇儿，你别想不开。看着阿翠被逼成这样，我的心惊揪着疼，像是要撕裂了般。你想要和离的心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又能怎么帮我呢？除了房子和田地，还有什么是你从娘家带过去的？或者，你还想要带走什么？还有大妞，他们一家人都不喜欢大妞，我不放心让他们带，不然大妞迟早会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。如果能带走大妞和房子和我娘家的地，我一个人就能将他们养大。只要他们答应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要配合我。不管我说你什么，你都不要往心里去。你要想着，我只是帮你带走你的东西和你的女儿。你能不能做到？好。你想要休妻？我是想休妻，那李翠现在瘦得一把骨头似的，没有一点情趣，我早就厌烦她了。索性今天借着由头将她休了。历来休妻都有个理由，不知道他是犯了哪一条啊？他犯了，这让我怎么说？平心而论，李翠到了我家任劳任怨，侍奉公婆，确实挑不出什么错出来。什么？国法有明，妻子未犯妻出之罪，不可休妻。若实在过不下去，方可和离。你既说不出他犯了哪一条罪，便不能休妻，只能和离。那便和离。当真？决定了。当真？决定了。我大哥是陆成，相信你们听说过，他教我识了些字。不如我就帮你们写一封和离书。村里大字不识几个，要是没这识字的美人帮忙，我还真连个和离书也写不出来。
放心坐。我和小安在路上耽搁了会儿，刚过来陈家就吵翻了天，这到底唱的哪一出？你确定要和离吗？要。心脏总算缓和了些，刚才紧张的都缩起来了。记得等会儿配合我。既然已经和离，你们同李娘子便不是一家人了。只是李娘子刚刚跟我说，让我转告你们好好照顾大妞。那赔钱货马上就快3岁了，留着她刚好能帮家里干活。爹说了，生儿子才是正道，女儿有一个帮忙做事就够了，生多了无用。不过，你们照顾的时候可要细心些，因为什么？我本不想告诉你们，但都是一个村的，我还是给你们说了吧。到底怎么了？刚刚李娘子跟我说，你家大优好像得了个什么传染病，她脖子底下长了好些恶心的疙瘩，时间长了还会化脓包，怎么也治不好。起先大家都以为是被虫子咬的，没想到因着李翠每天照顾大妞，她自己的脖子上现在也长了好些脓包疙瘩。传染病？你也别担心，有可能也不是传染病。不过你们照顾大妞的时候最好注意点，这病应该不致死，只是长了那些疙瘩会有些难受。你们可以带她去镇上的郎中那儿看看。我曾经听我大哥说过这种病，说是叫个什么痘，去了镇上开几服药，20文钱就能医好。多少？20文？我们全家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，何况是拿20文出来给那个赔钱患医治。你们想要这大妞大了给你们干活，这会儿听到她治病要花20文，你们就不要了。你们这么善变，我如何相信你们？你想要怎么样？除非你写下断亲书。写就写，就那么一个赔钱货，也就你当成宝。还有我腹中的孩子，你也要一同写上。不行，若是你腹中是个儿子，是必须要归回陈家的。若同样是个赔钱货，我陈家才谢得要。咬牙冷笑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干干脆脆一个也不要。大妞你也自己去医，若是你舍不得治，就让她那样，看你陈家受不受得对自己女儿都见死不救的口水。刚刚才和离，他的性子怎么就如此大变？往常他何时敢跟我这么说话过？你们自己考虑，要不一个都不要，要不都要。答应他。爹，就他那身子，这胎到底生不生得出来都不知道，何况也不一定是个小子。凭我们家的条件，你再找一个还不容易，何须还让后来的媳妇儿做这后府多生矛盾？对哦，心生好狠毒的心，他们竟然对自家的亲骨肉都这么诅咒。那就还是我为你们拟断亲书吧。当初我嫁人时，我娘家给了我3分地作为陪嫁，后来他们都出了意外，加上陈家的老房子被山洪冲垮了，我便带着他们搬进了我娘家的房子。我娘家留下来的还有1亩田和7分地，现在都被他们拿去种了庄稼。他们现在所用的，连一双碗筷都是我之前娘家留下来的，我要把这些全部收回来。我娘生了我后坏了身子，便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谁知嫁了人竟被人这么对待，过了这么多年的地狱生活，我都不敢想。若是我娘在天上能看得到，该得多伤心。阿翠别哭，你放心，以后你生了小孩，我照顾你。我们剩下的日子把身子养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出意外的。我一天天只知道哭，不知道哭个什么，会晦气。你说这些你全部要收回去，你怕是在做梦吧？现在这些可都是我陈家的东西，而你已经跟我们陈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你所说的，你一样也带不走。能不能带走，可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这女人笑得这么好看，我怎么觉得后背发凉？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本就是她娘家的东西，她自然能带得走。你说的个屁话！那都是她带过来的嫁妆，古往今来哪有被休了还能带走嫁妆的人？陈老伯莫不是年老记性差？他们刚刚签的可是和离书。根据大武律例，协商好了和离的人，男方需原数退回女方的嫁妆，女方原数退回男方的聘礼。他家可是给了你家什么聘礼？没有，他家连一担米都没给我家送过。不对呀，陈老伯，你当初不是说娶李娘子时给了50文钱和2担米作为聘礼吗？怎么现在李娘子的意思是你家什么也没出就得了个媳妇儿啊？对呀，我也听到陈老伯说过，说他家为了娶媳妇儿可大方了。对，也跟我说过，当时还害得我好一阵羡慕呢，还想着该把自己的闺女嫁过去。天老爷呀，还好没有哦。怎么，被拆穿了，生气了？大话说多了，你自己都相信了吧？你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要和离就和离，但东西你一样也别想带走。陈老伯，难道你连大武律例都想枉于了吗？我可是听我大哥说，战乱平定下来后，上面对民生关注的紧，若是发现有人侵占别人家财闹事的，被抓到，可是要处以绞刑哦。你胡说，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怎么侵占他的了？何况这可怎么犯得着绞刑这么重的罪？有没有这么严重？不若我们报个官试试。你，好啊你跟那婆娘串通好了的是不是？先是哄着我们签了和离书，这会儿才来撕破脸开始抢东西。怎么能说是抢呢？李娘子这是拿回自己的东西罢了。李翠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阴险歹毒！你若是将房子和田地收了回去，我们一家还怎么生活？你一个女人要这些做什么？自己随便找个山洞凑合就得了。你让我一个有着7个月身子的人带着大妞去住山洞？陈阿牛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有点愚孝，没想到你的心竟然这么狠切无耻。你问我把房子收回来了，你们一家怎么生活？你自己不说了，可以去住山洞啊！我告诉你，那个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娘家的，你连一只碗都别想带走。你休想！要住山洞你自己去住。你确定不还？被处以绞刑也不怕？你根本就是在吓唬我！这点事儿怎么可能会处以绞刑？至多关上几天，关了也就关了。看来大武的心律你还没看过呢。前年大战之后，为了平复动乱，当今圣上制定了分封制，为了防止一些人欺善怕恶、趁乱抢掠发生暴乱，特意加重了刑罚以儆效尤。你们确定要李娘子报官，让官府处理？我就阿牛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就是我的命啊！陈家还没出一个带把的孙子呢，若是阿牛因此被绞死了，那陈家岂不是要绝了后？你快去跟你媳妇儿认个错，一家人过日子难免磕磕不畅，何至于闹到和离的地步？大妞他娘何至于这样？你把和离书撕了，今天的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们老陈家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就是阿翠，我们不和离了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你把那和离书撕了吧。陈阿牛，我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还有这种变脸的功夫？你的脸变得可真快呢。刚刚不是还硬气让我去住山洞吗？怎么轮到你们就住不得了？想让我把和离书撕了，当从没发生过？不可能！你们最好快点回去收拾你们的东西搬走，否则别怪我在除夕天报官，让你们年都在大牢里过。
啊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李翠，你看你把爹都气成什么样了，你还要把他气死吗？一报还一报，我刚刚不也差点被你们气断气吗？刚刚那种被逼到吐血的绝望，我现在还能感受到。大妞，嫂嫂，我过去的时候他就在家里睡觉，我直接翻墙进去给他抱出来了。做得不错，等会儿我给你拿好吃的。一个赔钱货，也就你当成宝。不对，大妞脖子上根本没长疙瘩。你骗我！大妞根本没有传染病。我说的是大妞可能得了，我也没说肯定有呀。你跟李翠串通好了的，你就是为了红货签下断亲书是不是？啊！你放开我，要断了，手要断了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你先放开我！你们什么时候从李娘子的房子里搬走？我为什么要？搬！我搬！你的和离书和断亲书尽快去官府盖上印，以后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接下来好好将身子养好，日后才好生产。谢谢你，多亏了你。若不是陆田，我根本斗不过无赖的陈家。大妞若是被留在陈家，更是死路一条。这份恩情，我李翠做牛做马也还不清。小团子，小团子忘了小姨了吗？小姨伤心了。阿娘，哎，别哭，小姨跟你开玩笑呢，小姨错了，小团子别哭。小团子，这是小姨，你要叫什么呀？小姨。哎呦，我的小团子怎么了？谁给你委屈受了？跟外祖母说，外祖母给你做主。小团子是看到徐安吓哭的。我来杀。哎，好，这人就是不能对比。陆巧嫁出去也有3年多了，大女婿回来这么多次，从来没说来造福帮过忙。一个种地的自没认识几个，骨子里却是个大男子主义。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一句君子远庖食，就用这理由推脱着从没进过造访。成亲这么多年，来家里的次数屈指可数。他不愿意来，也不高兴陆巧回来。和许每次来都带了东西相比，大女婿能提2个红薯来都是高高的大方了。若不是大女婿嘴巴会说，哪里会哄得大女儿嫁给他？结果嫁了之后，人就大变了态度。再看徐安，虽然沉默寡言，但对我们和对陆田的态度，大家都看得见。果然，人还是得图看得见的东西。
还好小外孙女看不到，不然那小金豆子今天怕是止不住了。怎么做？一半用来炖汤，一半用来红烧。陆老哥和乔嫂子莫怪，徐安打猎这么多年，处理习惯了，动作粗鲁吓到你们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这怎么能叫粗鲁？徐安的动作利落着呢。这老徐家以前靠打猎的日子还行。徐老弟，吃菜。到了这儿就是到了家里，千万不能客气。好好好。平时在家吃饭狼吞虎咽，弄出好大声响，今天怎么慢得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干什么？拢共就那么些肉，你要一个人全吃了吗？我不能吃吗？这做出来不就是吃的吗？要是我不能吃，我还跟你回来干什么？小团子别怕，外祖母在呢，没事哈，没事。你吼什么？好好说话不行吗？小团子都被你吓到了。我吼什么了？好好吃着饭，你撞我干什么？不然有这一出吗？你难得一次回娘家，他连装也不愿意装个样子了。阿姐，先吃饭。好，你也吃。这大志对你怎么越来越变本加厉了？在这里都这样，回家了是怎么对你的？当初爹娘拼死反对，是我自己死活非要嫁过去，结果将日子过成了这样，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操心了。没有，在家他也是这样的态度，他就是态度差点，其他没什么。巧儿，当初你要嫁给他的时候，我跟你爹就不同意，但既然嫁都嫁了，到了这步也无法改变。这世道女子难为，日子清苦些还能勉强接受，但若是一家人不齐心，这日子是过不好的。一味的忍耐只会加重他的志气，变得越来越过分。嗑瓜子儿的功夫倒是不错。若不是怕阿姐在朱家的日子更加难过，我岂会次次忍着你？他对你大姐的态度越来越过分了。还不高兴？大哥，我心疼阿枣。当初大姐就不该嫁给他，他以为自己多厉害，若不是大姐那……大哥，我来挖会儿。你别动，我来。这样下去，怕是天黑也挖不了能装下他的坑。大哥，要不重新想个办法？
谁在那儿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帮爹背柴，怕一会儿下雨，不让他歇着，帮他把柴先背回去。你们挖坑做什么？给朱大志准备的。靠他们，怕是天黑也挖不出来。我帮你们，只是给他个教训，要不要让他瘸只腿？别，只是想给他个教训而已。要是真瘸了腿，最后端屎端尿受苦的还是阿姐。对，教训一下就行。好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挖坑挖习惯了，经常布置陷阱。这有什么技巧吗？挖坑靠蛮力就行，做线才要技巧，得看你想让他死，还是想抓活的。所以我挖得慢，单纯就是因为我力气不够。做陷阱这么厉害的吗？还可以决定要活的还是死的？你给我讲讲，万一以后我用得上。如果要活的，你就要让他进去了以后就跑不出来。挖坑的时候，向四周往里掏。有机会可以带你去试试。差不多够了。他这胸膛追我2个宽了，虽说我算是读书人不能比，但这差距也太夸张了吧？你这身形都是怎么练的？跑山跑的。为了不让朱大志起疑，我翻过山坡，从另一面回去。好。林婶子家的橘子好甜啊，可惜就摘了1个，她就来了。等下我们悄悄再去摘2个。嘘，小声点，被爹听到又要念我了。去是可以，不过要走到那条小路的尽头，你这会儿不犯懒病了。大哥，